朋友们，我们经常能听到本体这个词，我们也经常听到自信、良知、道这些词。有的人呢，很多时候不明白。那今天呢，我们就具体讲讲如何通过六根来认识我们的真实面目，也就是六根跟本体之间的关系，或者说我们如何通过六根来进一步去探索到我们的那个本体，那颗真心。我们在修行的过程中呢，难免会接触到类似于道、真实面目、真我、高我等等这些词，但是如何知道它跟我们六根之间产生的关系呢？阳明先生在《传习录》里讲到：目无体，耳无体，鼻无体，口无体，心无体。这几句话通俗的讲，我们可以把它理解成冰箱没电、电风扇没电、微波炉没电、洗衣机没电。所以这里的无体呢，不是说没有实体，而是说它们本身不具有独立的固定的本质属性或本体。所以目无体就是说眼睛没有独立的本体。但后面还有一句话说，以万物之色为体。我们经常会说我们的真心是什么？我们能不能从虚空里面抓一个真心回来？我们能不能花很多的钱去买一份真心回来？我们能不能通过一个器皿或者一个容器装一个真心回来？不能，对吧？那怎样才能知道我们有一颗真心呢？怎样才能知道我们有一个佛性呢？怎样才能知道我们的本来面目呢？阳明先生说了，眼睛是心的通道，但眼睛没有心。这句话非常的精妙。眼睛是心的通道，耳朵也是心的通道，鼻子也是心的通道，嘴巴也是心的通道，但是它们都不是心。那么什么是心呢？以万物之色为心，以万物之声为心，以万物之味为心。比如你眼前有一个杯子，这个时候你怎么知道有一个杯子？是你的心通过眼睛看到了这个杯子。那么杯子此时此刻在哪里？杯子此时此刻在你的心里。那么你的心此时此刻是不是就是杯子？杯子此时此刻是不是就是你的心？所以见在哪里，心就在哪里；听在哪里，心就在哪里；嗅在哪里，心就在哪里。所以从这个理论上来看，一切都是我们的心。所处之处，所闻之处，所听之处的所有万事万物，皆是我们的心。所以阳明先生说，眼睛没有本体。当万物出现以后，我们的本体同时跟万物出现。耳朵没有本体，当我们听到声音的时候，本体就出现。鼻子没有本体，以万物的气味为本体。口舌没有本体，以万物的味道为本体。好，那么讲这一段的目的是什么呢？大家不要用头脑去理解，听就好了。记住，我不是要给大家讲知识，讲到这个的时候是要告诉我们在生活当中应该怎么用。当你的眼睛看到任何东西的时候，你能明白是你的本体在看吗？当耳朵听到声音的时候，你能瞬间知道是你的本体在听吗？如果你的眼睛看到任何东西的时候，你知道是你的本体在看。如果你听到任何声音的时候，你知道是你的本体在听。那你还会有烦恼吗？如果你能闻到香、闻到臭的时候，你知道是你的本体闻到了，那你还会有取舍吗？如果我们眼睛看到任何万事万物的时候，我们知道是我们的本体呈现，那你眼中就没有对美丑的分别取舍以及产生烦恼。如果你知道耳朵听到的是你的本体的呈现，那么你在本体上的时候，你就不会对声音的美好产生取舍，产生烦恼，对不对？我们之所以对眼睛看到的有取有舍，有喜有厌，对耳朵听到的有好有恶，这是因为这个时候你不在本体上。你在哪里呢？你在你的意识心上，你在你的分别心上，
你在你的系统里，你在你的喜好里，你在你的取舍里，你在妄心上。举个例子，大家就知道了。其实我们每一次六根起作用的时候，比如说我们看到一些东西，我们听到一些东西，我们尝到一些东西，我们触到一些东西，毋庸置疑都是我们本体自心的显现。但是当我们呈现出景色和声音的那一刻，我们瞬间会加一层东西，比如我们的心是一面镜子，这时候就好比我们往镜子上盖上了一层纱。我们举止言谈，举手投足，六根产生的所有信息，不要怀疑，它都是你的真心作用，它是我们的本体作用。但是如果我们能在本体上去面对这世间一切的人事物的话，那你还会不会对世间发生的诸多事情有取舍，有好恶？就像镜子一样，镜子会不会对它照见的任何东西有抓取，有分别？不会。但是我们为什么会？因为在本体的外面，我们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一层纱。镜子是我们的本来面目，但是在我们出生之后，由于世俗的评判，由于你周边的环境，你读的那些书，看的那些课，你认为的价值观等等，自己给自己盖了一层纱，活着活着你就把这层纱活成了自己，而忘记了镜子才是你。这层纱根据个人认知的多少厚薄深浅不同，然后里面包含了各种各样的信息。所以这时候同样是那个杯子，但是对这个杯子的看法已经不取决于镜子了。取决于什么？取决于你的这层纱。就像盲人摸象，有人说大象是一把扇子，有人说大象是一个柱子，有人说大象是一堵墙，但大象既不是扇子，也不是柱子，也不是墙。我们的人生就是像盲人摸象一般产生的，心累就是因为这层纱。那么圣贤跟我们的区别在哪里呢？圣贤可能也有这层纱，但是圣贤跟我们的区别是，他知道这些东西都是假的，而我们把它当真了。好，最后还有一句话，心也没有本体，以万物的感应是非为本体。这就说到了阳明先生的四句教：无善无恶心之体，有善有恶意之动，知善知恶是良知，为善去恶是格物。什么意思？无善无恶是镜子，有善有恶是薄纱，知善知恶是镜子，为善去恶是正心。正心是不把纱揭开，也不把它消除掉，只是回到镜子。所以阳明先生说眼睛没有本体，万物的颜色没有本体，其实是让我们通过生活来利用这个世俗发生的一切假去找那个真。因为那个假不产生的时候，我们没办法去寻找到那个真。当我们寻找不到、捕捉不到那个真的时候，我们就无法归真。所以大家以后就练习什么呢？练所见一切色皆是本体，没有好坏分别。就像镜子一样，镜子照见鲜花会香吗？照见大便会臭吗？不会。那镜子会不会想要留住鲜花，挪开大便呢？也不会。既然如此，镜子还会因为求而不得而痛苦吗？对不对？这就是用心若镜。当然需要注意的是，我们讲的不要分别呢，是不要分别心。在生活中处理具体的事情上时，我们还是要有分别性的。什么是分别性？就是你在本体上的时候，你知道哪块砖应该摆在哪里。你在本体上的时候，如果有人在推搡另外一个弱小的群体，你会知道去扶那个弱小的一把，然后让那个粗大的人不要太用力。你在本体上的时候，你会让一切的万事万物、人情世故都归于正，因为本体就是正。你在正上的时候，你就能归于正。
所以六根的本体分别是什么？六根的本体就是六根产生出来的作用。当六根产生作用的当下，你能明白是本体的作用。当下回到本体，一切事情在六根上就特别好解决。如果你不能在六根上知道它的作用是来自于本体，这个时候你就可能在作用里面继续延伸，这就叫一念不觉生三细，境界为元长六粗，这叫念念叠加，久久不能释怀。也就是我们过去很多时候始终喜欢在一件事上去解决事情，但事实上，当事情发生以后，你要通过事情回到你的心上，因为是什么产生的这个事情呢？是什么让你遇到这件事情呢？是你的心。所以这个时候你如果能回到心上，那么心就能生万法。所以我们很多时候处理事情的方式就是回到心上，回到根源上。所以叫不忘初心，方得始终。心就是静，心就是定，心就是那个无上的智慧。但是我们能不能通过万象回来，这是关键。明白了吗？好了，非常感谢你能看到这里，希望能对你有所触动和启发。我们下期再见。